拒绝用谎言反对谎言，真实自有万钧之力。大家好，我是 Neil， 欢迎大家来到真朋友杂谈第133期。这是一档每天30分钟带你看遍新闻真假、新闻事实检查的栏目，欢迎大家订阅。下面呢，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第一条我们的真朋友 APP Very Real App 的这个投稿和事实查证。广西防城港的亮正姐是公安局副局长，还有传说是政治局委员的私生女等等，甚嚣尘上那本期呢，我们来深挖广西防城港这个亮正姐风波的时间线、身份迷局、法律底线、信息泄露的链条以及舆论生态，厘清事实与谣言的边界，检视制度的缝隙。好，我们来看一个精确的时间线那么7月22号呢在乡村窄路会车的场景中，一位奔驰女司机亮出封面印有行政执法字样的证件，同车的这个男子呢当场就喊出了对方的姓名和住址。行车记录仪视频后被网民称为亮正姐。那么7月31号的这个晚上10点半呢这位事主上传视频的事主被民警上门要求，这个受害人叫平头哥要求他这个删视频并且当面道歉这个平头哥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个称呼应该是那个杰克马这个马云爸爸的这个来源好像他是说什么人称平头哥，人狠话不多是吧那么这位平头哥这个事主呢这个警方要求他删视频的依据呢是泄露车牌侵犯了这个就是奔驰车主的隐私那么8月1号晚上7点防城港市的这个公安局边境管理支队发布了这个情况通报宣布成立了工作组。那8月2号的这个下午2点呢，市政府的负责人向平头哥通报，女司机为普通经营者，证件为伪造这是凤凰网的一个报道。那么8月2号下午4点15分，广西这个互联网辟谣平台联合这个中央电视台否认网传的蓝某某系这个女司机其实他应该就是那个公安局副局长，好像这不是官方说不是。那么8月2号的这个晚上10点半呢，新浪财经就披露这个副市长称女司机是平头哥的亲戚的亲戚但是呢当事人平头哥否认这是新浪财经的报道。好，那么我们看第一条这个身份就成谜了，这里面有哪一些真相与空白呢？第一是证件系伪造一说那官方的内部通报呢口径一致，证件不具备行政执法效力。如果属于伪造那中国的刑法第180条规定最高可以判3年有期徒刑然后呢这个亲戚说难以自洽，这官员称这个女司机知道地址是因为与当事人有亲戚关系，但是当事人平头哥呢查无此亲戚疑为临时的一个托词。然后公开的缺口这女司机的姓名、公司信息、伪造证件来源仍然没有披露，使得这个身份的真空成为了谣言的温床。好，我们来看这个法律底线有3条可能的这个罪责与罚款那么首先是这个刚才说了伪造国家机关证件是触犯中国刑法第280条的需要这个3年或以下有期徒刑或管制情节严重可以判3到10年。那凡是制作或者持有伪造的证件且用于冒充公职就触犯刑法了然后第二呢就是侵犯公民的个人信息中国刑法第253条第1款也是小于等于3年情节严重可以判3到7年。这个主要就是非法获取或者提供他人住址等等信息。然后呢警务人员的越权查询也是犯法的中国的个人信息保护法第37条以及中国公安部的内部规定需要行政记大过甚至撤职如果构成犯罪的那并入第253条第1款这个刑法来惩罚。那所有未经授权调用这个警用的这个查人系统都是犯罪，完全是犯罪行为那么信息泄露的链条呢其实有4种可能的场景。第一种呢是这个亲属或者熟人掌握了信息那官方当前的说法呢这是目前是说他是亲戚的亲戚对吧这亲戚可够远房的，亲戚的2次方但是呢这个与当事人的陈述是矛盾的，因为平头哥表示我不认识这个亲戚你给我天降一个亲戚然后呢第二呢就是这个线下的跟踪取证成本高，而且时间与现场也矛盾。然后第三呢是内部系统违规查询，需要审计这个警务终端的日志历年以来已经有17名中国的警员因为这个帮别人查人而被判刑。此外呢还有一个黑市数据包大家知道中国的这个信息已经被泄露的不要不要的当年这个上海公安
因为它是外包团队啊，可能也没拿到什么钱啊，然后这技术人员也很非常的 rookie 啊，非常的初级，它这有一个默认密码的数据库啊，直接就被人扒库了，然后就造成几乎所有跟上海，就是你只要去过上海啊，酒店有登记是吧？你基本上好像2020年左右以后的信息都被泄露了，然后这种泄露还有很多，所以黑市呢现在有一个数据包啊，当年2024年中国公安部锻炼行动中啊，曾经查获2.7亿条啊住址数据的暗网包，但实际上的还比大得多啊！我记得我那时候。还有好多这种 Telegram 上的机器人啊，非常吓人啊！就把一个人的几乎所有的你网上的在中国的网络中的信息，什么京东的邮件地址、淘宝收货地址，什么都扒出来了啊，非常可怕，甚至包括你的购物记录啊！所以说这种黑市数据包也是一个重要的来源。那我们来看啊，警务的处置程序。首先，先行受案，民警口头要求删帖道歉，他没有出具受案回执，缺乏程序的合法性啊。然后告知权利义务，说侵犯隐私，侵犯了奔驰车主的隐私，所以要求他删视频，没有书面的法律依据，涉嫌滥用裁量权啊。然后全程录音录像啊，官方称是全程录像了，但视频也没有公开，这不像美国啊，它这所有执法记录仪的视频啊，包括当年黑命贵事件，对吧？弗洛伊德我无法呼吸那个事件，它所有的警用摄像头都是公开的啊。现在还有好多的YouTube 油管的博主，他就是专门去分析这些网络上公开的警察执法视频的，所以呢，视频也没有公开啊，这是中国的一个很大的黑洞，也没有社会的监督，所以呢，中国叫公安机关人民警察证使用的管理规定，要求执法全过程可接受公众查验，但是地方警方的私下协调与规范其实是冲突的。新浪新闻的报道啊。那么舆论的演化路径，我们来看，首先这个话题啊非常善变，一下子说是特权的傲慢啊，一下子说是隐私裸奔，一下子又说是官方的透明度啊，现在还有各种甚嚣尘上的，说是什么有公安局副局长一说啊，市长一说，甚至还有什么政治局常委的私生女一说啊，那谣言的模型啊，模糊的指向加上拼接的截图加放大的情绪，蓝某某啊，还有说是什么公安局副局长的妻子等等数不清的谣言的版本啊，那辟谣失效啊，官方只采用了否认啊不正面的这种策略，流出了信息的真空。其实有一本书啊叫《舆情引导学》啊，这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的一本书啊，它里面讲啊，调研显示此类辟谣48小时后，平均仍然有37%的中国网民是存疑的，可见中国的这些特别是地方政府啊，陷入塔西佗陷阱有多深啊！好，那么制度的缝隙与修补的建议，第一呢，就是证件库啊应该要联网可查，将行政执法号啊纳入公安扫码核验啊，杜绝一张假证走天下。你上面有个二维码，有一个统一查询的网站，不就解决了吗？然后第二呢，就是警务查询的黑匣子透明化啊，终端查询日志需要向纪委或者是第三方的存证机构双备份，防止他自查自纠啊。然后信息安全的惩戒啊也要升级，建议将警务人员非法查询啊纳入从业禁止的名单，终身不得从事数据密集的岗位。此外呢，公开的通报啊要模板化。你可以参照当年有一个沪上入境犬致伤案啊，2024年在上海呢发生了一起因宠物犬伤人引发的赔偿。那在上海某小区啊，一只金毛犬未拴牵引绳，没有拴狗绳啊，然后呢，在公共区域突然出击，惊吓到了一名孕妇，致其胎儿流产。受害者啊，患者姓严啊，怀孕4个多月，曾多次接受 IVF 医疗为保胎期间。那么赔偿结果呢，是上海法院判决犬主啊赔偿了大约9万元人民币啊。你可以参照这个流程模式啊，一次性公布身份、证件、处理、追责4步啊，避免这种碎片式的信息在一点一点挤牙膏啊，然后就被剪切拼接变成了无数的谣言。所以我们来看啊，最后呢，我们觉得还有一个可以值得去查证一下的地方，就是这一名既然官方都说是普通女司机了啊，她怎么能够凭车牌？然后他同车的男性瞬间就喊出对方的姓名，然后住址呢？核心就在于信息的链路，谁持有谁放行谁变现啊。那首先车牌背后啊有5条隐秘的通道。第一呢，警务内网是可以私自查询的，车管啊、户籍啊、治安啊3大子库都可以直接把车牌变成姓名和住址。多地已经确认啊，目前已经有17名警务人员因帮朋友查车牌而获刑，显示内部账号被滥用的现实的风险啊。这个是人民网的报道啊。然后呢，智慧停车的 API 也有漏洞啊，让黑客攻击停车平台接口，输入车牌即可抓取车主姓名、手机号、轨迹等敏感字段，黑产明码标价啊，800元一单，1小时出结果。
那保险店这个保险与 4S 店可能有内鬼啊，这是第三种可能性。车险这个投保的时候呢，要录入完整的身份信息。那上海一案中呢，3名保险客服售卖保单数据超过2.6万条，那被判刑，而且是罚款了。第四呢，就是挪车服务的有一个口子啊，那114啊122是代为拨号啊，但是呢不向这个查询人泄露姓名住址啊，其实理论上呢还是无法提供精确的个人信息的。当然你这个里面有人那是另外一种情况了啊。第五呢，还有一种比较大的可能性，就我刚才介绍过的，就是数据黑市的拼包啊，行业常见的拼图方法，先买车险包补姓名，再买这个快递包补住址，多元合成完整的画像，那侵犯了公民的个人隐私啊，这是一个典型的犯罪典型的手法啊。那么我们来分析一下哪一条渠道最有可能性呢？首先我们认为啊，概率最高的还是他跟警务或者关联的账号代查了啊。那女司机能在10余秒内报出姓名加精确住址，符合一键查询的特征。而黑市包呢，通常需要几十分钟才能够交付。当然，其实我也见识过，马上就出姓名，好像它是那个付数字货币的啊，然后就马上就能出的这种服务，但我不知道现在还在不在啊。然后第二高的呢是这个保险和 4S 店的内鬼啊，如果车辆刚刚买保险，数据可能在同时区流转，但是住址与车险投保地址需要一致啊，然后这个还是有一定的条件的。然后概率最低就是刚才说的，我这114，然后挪车平台公开流程是不提供任何住址的，只有打电话中转啊，与现场的表现是不符合的。所以我觉得呢，其实还有一个概率比较高的就是。这在这个电报上面 ，Telegram 这软件上有很多这种平台机器人，你给它付数字货币啊，然后是秒查，所以它有可能能通过那种方式啊，能够迅速的查到这个相关的数据。但是前提是这一块的数据一定要泄露了啊，但就车牌的数据是不是有很明显的泄露，我不能确定啊，我只知道就是上海公安的那个开房数据，然后这个京东还有淘宝的这个购物数据，那是非常非常流行的。啊，所以这些就是查你的购物记录，查你的这个收件地址啊，这些东西很成熟啊，这些是可以秒查，但是车牌我不能确定啊，所以这个存疑。然后呢我们来看啊，公众啊要有一个自检的要点啊，就是遇到这种报车牌知道我是谁的，马上打110报警啊，而且呢要报警的时候要出具涉案回执啊，然后保存现场的录音录像，可以对比时间戳与相关系统的查询日志，就知道有没有这个内鬼在帮你查啊，这个倒查违规的这种查询账号。然后呢，如果这个短信或电话自称交警代查，需要核验他的工号啊，谨防钓鱼。所以呢，其实我们还有一个总结啊，就整个这个事儿啊，其实最可怕的不是该女子有什么背景，而是该女子真的没有任何背景，她就是真的官方说的一个普通企业主，她就能够随随便便查到别人的个人信息。啊，这种事儿放在美国，轻松把这个奔驰女这个起码索赔个100万美金啊，非常轻松的，律师都能手到擒来啊。但是这个事儿呢，在中国就大家好像，确实好像是很多人说啊，这2杯水的治下，对吧？中国人是不配拥有隐私吗？所以这是我觉得最深的一个拷问啊。好啊，那我们接下来看这个接下来我们来回到这个宗馥莉啊。昨天我们说他的判决已经出了，但是呢，在我们录制这个节目之前的一段时间呢。香港的媒体啊，公布了完整的43页的判决书，所以我们今天来深入的挖掘一下宗馥莉43页判决书有哪一些惊人的细节。好，我们下面会按照裁定主文、附属命令、法官理由、履行时限、法律后果啊这么一个逻辑线啊，然后把25年8月1号这个香港高等法院这个叫 High Court of Hong Kong。Court of First Instance 啊，然后这个 HC 啊2024啊，这么这个43页的这个英文裁定书要点，我们进行一个提炼，然后呢把原文的关键词段落逐条对应啊，所以呢这个我们当然我们用了一些香港的民事程序术语啊，这个 inter rem啊，然后 unless order 等等，我们会做出一些解释啊。首先这个裁定的主文叫 orders 啊，那么第一条是这个我们用中文来这个概述一下啊，是被告宗馥莉以及这个建浩 Ventures Limited 发出 interim mareva 禁止令啊，并非这个正式的啊，这不是这个正式的审判啊，他做了一个说明。然后呢在杭州中级人民法院以及浙江高等人民法院，那么高级人民法院就遗产继承诉讼作出终局裁判或本院另行命令之前，不得撤回、抵押或以任何方式减少价值。那么位于这个目标是这个宾语是位于香港汇丰银行的17.99亿美元的资产，然后呢不得处置至2024年2月2号以来曾进入该账户的替代资产
啊。那么这个是原文的位置是第60节到62节和附表 A 啊。那么第二段是令被告于14日内啊至这个2025年8月15号香港时间的下午4点提交2024年1月1号以来所有大于等于10万美元交易的流水啊，他没有说要所有啊，他只要大于等于10万美元的交易，然后要提供收款人的资料啊，中介银行说明108万这个美金的转出之授权人以及事由，并一并提交过去18个月董事会批准转账的决议。那么就上述文件呢，还要出具一个宣誓书啊，宣誓这些文件都是真的啊，这是判决书的第63到66节。好，然后有一个 unless order， 那么若被告逾期或披露不全啊，那本院可以视同违反披露令啊，被判藐视法庭 contempt of court。那么扩大冻结的范围是被告个人的其他在香港的资产，包括不动产、证券等等，限制其在香港出任公司董事资格，以及对董事会成员签发拘捕令啊，这是一个极端的情形啊，这是判决书的第72节。那么费用呢？由被告预付原告方所有的诉讼费用。那原告3日内报清单，被告7日内可以抗辩，但是最终由这个香港法院来书面简易评定啊，这是判决书的第122到124节。好，有一些附属的命令啊，这里面的料就很多了。这个 ancillary direction 里面有大料啊，资产明细被披露了啊，这是它的判决书的这个第8节的这个第1条。它是由17.99亿美元组成的，其中包括了固收债券大约11.3亿，现金或者定期存款大约4.9亿，货币基金大约1.8亿啊，这是大家第一次看到了这个信托账户里面的所有资产的真面目啊。那么这个也进一步证明了这个资产的总额它不是一个空洞的数字，它还有具体的组成。然后呢，禁止范围的措辞啊也有一些变化。那么第110节到112节呢，将原来的这个临时禁止令中的 dispose of、deal with or diminish the value of 就是什么降低价值什么的，简化为了 withdraw or pledge 啊，就是你是取管，就是取走或者挪走。那么它避免了这个干预常规投资组合的这个市值波动，因为这里面还存在一些货币基金啊，这里面是有这个货币基金的，刚才这个结构里面有披露。那么域外送达的条款第115节的时候被删除了啊，删除了原来草稿中域外送达的段落，理由是被告皆已在香港送达。好，随附的证据啊，它的附件列表里面，附件1到3是这个私生的这个3兄妹2024年12月及2025年6月的陈述书，以及宗部立的2份答辩陈述书，然后还有这个手写的指示啊委托书2024年2月2号的协议影印。以及24年1月和5月2张汇丰的月结单啊，这个是已经披露的，但是呢，并没有包括法庭要求的那些流水。好，那么法官呢做出这个判决呢，他给出了3层理由，叫 reasons 啊。第一阶段啊，那么这个这个章节是21M1啊，那么是否有重大争议待解决呢？那么根据这个他的判决书第81到93节啊。那么委托书和协议文本足以构成民事或者推定的信托，也就是说香港法院认可了这个信托啊，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信息。信托这就是说大家就不要再争论啊，就是说这个信托到底存不存在，香港法院啊在这里面这个判决书里面啊81到93节是明确的说委托书和协议文本足以构成民事或推定的信托。啊，这个是一个破局的一个裁定啊！这之前昨天因为没有这个判决书的全文，很多媒体还在猜测，那现在是有结论了。好，那被告拒签信的这个被告拒绝签署这个信托的文件，而且呢拒绝提供流水，那原告主张是具有合理胜诉的依据的啊，那法庭也支持了啊，也就认为他原告很可能会胜诉。那么第二阶段啊，公平便利测试，香港禁令呢不会干扰杭州的主体诉讼，反而保障将来未来判决的可执行性。中国法院极少发这个域外保全令啊，如果香港方面不协助，那将使遗产判决落空。所以呢，这个是判决书的94到104节。然后呢，比例性礼让方面啊，这个判决书的105到114节，改写了禁止用语，只限了这个 withdraw 和 pledge 啊，那么让投资组合呢可以自然随价值波动。那免得与这个杭州法院的潜在命令相冲突，而披露命令呢，仅为保全辅助的手段，没有触及杭州案件的这个就地就实体救济啊，那以示这个司法的礼让。好，我们来看这个时间轴和风险图啊，25年8月1号
Mareva 这个禁令啊，马里瓦禁令正式生效，14天内啊，25年8月15号，如果他如期交账，法官审核，那可能可以维持或者放宽一些冻结令。那如果未交或者不全，那可能会启动藐视程序啊，藐视法庭的程序，扩大冻结。25年9月份上旬啊，那个杭州的 DNA 报告可能会出。那这里存在一个潜在的股权保全的申请。那对于各方啊，下一步都有哪些战术的含义呢？对宗馥莉来说呢，只封不拆啊，那债券的头寸可以继续持有，到期回笼啊。其实这里面暗示了这些投资组合呢是宗馥莉或者是宗庆后啊，反正跟这些私生子女没有关系，是这个宗馥莉这一方来决定来这个划拨来投资的啊。那么他这个对宗馥莉来说，就是债券的头寸可以继续持有啊，到期可以回笼，但是不能够撤回本金，流动性被锁死了啊。那14天的这个抉择呢，他会要么就全交全账啊，暂保名誉与抗辩的空间；不交就会面临这个藐视法庭以及冻结扩大。那对于这个私生三兄妹呢，手握法院的正式命令，可以在杭州申请大陆财产的保全或先予执行。那如果 DNA 确定了亲属关系，可以进一步主张境外的这个资产信托未生效，18亿美元应该纳入遗产。那对于国资和员工来说呢，国资掌握了这个资金池被锁的事实，可以在董事会谈判中要求优先保证补偿与供应链的现金流。而对于娃哈哈的员工来说，那担心赔偿金的来源啊，他们维权的情绪有再次抬头的迹象，但目前呢没有新增的罢工啊。所以我们来看啊，信托到底成立了吗？那裁定书给出的这个答案啊，虽然说他是认为可以推定这个信托是有的，但是呢，法官也认定双方就此存在重大争议啊，他没有对这个争议做出法庭的权威的这个判断。那后续呢，能否击穿呢？要看14天内提交的董事会决议以及信托的器具的这个草稿。那么为什么是禁止 withdraw 和 pledge 而非全部交易啊？若采用传统的这个马雷瓦禁令 Mareva 禁令的行文，会这个冻结掉投资组合的价值的自然波动。那法官采取被告投资账户的理由啊，仅禁止提取和抵押，以示比例原则。那冻结是否是全球范围呢？本令仅限于汇丰香港账户及其衍生资产，但是法官保留后续把这个命令扩大到其他香港资产的权利，域外资产可以等待杭州或其他法院的这个另行处理。那14天后，香港会不会直接判决资产的归属呢？并不会，香港只是协助保全，资产归属与信托效力仍然由杭州的这个主案诉讼来决定。所以我们一句话来浓缩一下啊，这个香港高院的书面裁定真正做了3件事：锁账户、压实现、亮板斧。17.99亿美元立即冻结，14天就必须交全账和这个董事会的决议，如果再拖呢，将以藐视法庭和扩大冻结来回应。那接下来的棋局呢，就看宗馥莉到底交不交账啊，以及这个交的有多干净了。好，那我们接下来再回到这个适用性啊，我们来看。我们下面呢，根据事实可查、来源可信、多元测证啊，仍待官方证实以及网络传闻缺乏佐证这3档啊，我们来对适用性啊，本名刘应成，他的一切境外资产、异性关系、私生子啊等等，我们来做一个信息的梳理啊，这是我们栏目经常做的一个这个事实核查。那首先，它可核实的境外含离岸的资产有哪一些呢？我们又搜集了更多啊。首先，我们之前已经讲过，有一个英国的这个少林 Temple Limited， 那么这是 Companies House 可以查到，它的注册号呢是06747638，2008年11月12号设立啊，那么2017年1月17号主动注销，董事均为英籍的这个秘书公司，没有财务报表显示注资过啊，也就是说这一直是一个空壳公司。那已经解散了啊，除了注册费以外，未见任何的资产注入啊，但是这个可信度是非常高的。好，然后澳洲的这个少林村项目啊，这个是其实广泛媒体报道的啊，那么这个呢是叫 Shore Haven 啊 NSW， 那么2014年规划批文显示，总投资大约是澳币3.7亿啊，约20亿人民币。那由这个 Shaolin Temple Foundation 啊，这个是一个非营利组织啊，它持有这个地块。那么当地的市议会呢多次延期工程是停滞状态啊，这个是他们当地的那个 Architecture and Design 啊是可以查询到的。那这个土地呢仍然归基金会所有，项目被搁置，资产被列入了本轮的审计清单啊，是中等可信度。好，那么这个 BVI 啊 Shaolin Culture Communication Limited， 那么这个香港的媒体以及行业周刊称，2016到2024年是用作版权收入的这个出口通道。
尚没有这个 ICIJ 或者 BVI Registry 的公开扫描件，就是没有公开查询到这个具体的这个存在啊。所以呢，我们这个存在与否没有获得官方的证实啊，所以是中低的这个可信度。好，那我们再来看啊，那这个还有一个呢，就是其实是一个境内的公司了，就是河南少林无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境内的平台，但它的决定权延伸到了海外，控制权延伸到了海外，是2008年成立啊，施永信通过代持有80%股权，通过该公司控股18家企业，并在2022年前后陆续外延至澳洲、香港的 SPV 啊，这是新浪财经的报道，搜狐也有报道。那么这18家子公司呢，7月28号被河南法院集中冻结股权啊，这是高可信度。好，然后呢，还有加密货币资产啊，哎，这个料真是多啊。那有很多的这个区块链媒体引用那个内部矿机照片、1000个比特币的冷钱包地址等等，推测其持有加密货币啊。但是呢，这个没有司法或者交易所这个可以印证的记录，所以可信度还是比较低的啊。所以我们结论啊，它的确认的存在的海外实体呢，有英国的壳公司已注销，澳洲的土地专案仍然存在，那其余的 BVI 和加密钱包都停留在传媒和自媒体爆料的层面。那最具现金流的这个我们叫少林无形资产，本质上是一家中国境内公司啊。那18家子公司已经在25年7月28号被股权冻结，显示大头的资产仍然是受到中国司法的管辖的啊。那历次的女友情妇的指控与官方的态度呢？2011年啊，嫖娼传闻啊，未具名的这个宾馆视频女啊，开封公安否认抓捕记录啊，没有再被提及，视为旧谣啊。但是呢，这个王局啊，这很有意思。我最近看了王局的节目，他说他以前呢采访过一个主动来北京给他爆料的河南的这个公安人员，然后还是检察院的啊，因为他说好多检察院的这个调档的时候就不调那些敏感的东西，然后这里面就有一个敏感的东西呢，就是说。有一段视频是这个施永信和就是2位女子同时发生关系的视频啊，但是这个是没有证实的啊，毕竟没有爆出来。好，然后有北大女生这个李金倩啊，她说包养并生子。那当时呢，这个好像是环球人物什么的啊，这个媒体有一个采访，那没有此人出面啊，官方也没有立案。好，那么2015年著名的这个市政义5轮举报啊，有尼僧、施延杰，也就是韩明君。然后呢，哈尔滨女子关丽丽啊，深圳的刘某明等等。那15到17年，省级联合调查认定全部证据都是伪造或者不足啊。但是呢，7月27号这个司方通报，长期与多名女性保持不正当关系，但未点名，意味着这部分事实可能已经重新审查啊。当然还有很多花边了啊，比如说李湘对吧？这个行了文手礼，然后呢，这个当然李湘是100个不愿意啊，看那个表情，这简直是找个地方想钻下去。然后呢，央视的主持人刘芳菲啊等等娱乐圈的花边，只有八卦新闻啊，没有证人或者交易记录。所以呢，截至目前呢，其实并没有一名女友或者情妇在司法或者纪检渠道下留下了实名材料。那么15年的全部指控都被官方否定了。25年的通报虽然重新又提到了多名女性，但姓名、人数和关系的细节仍属保密啊，需要等待取证和公布。然后我们再来看私生子啊，这个私生子到底有没有呢？15年的11月28号，河南省政府有一个通报，说韩家恩为收养的弃婴，刘梦漾系施永信的侄女，然后没有发现生物学的亲子关系啊，被定性为不实。然后呢，25年7月27号呢，少林寺管理处的官方通报却首次明确写入了并育有私生子，但是却没有披露任何的证据啊，鉴定报告等等都没有，那可能还在立案调查中吧。啊，那如果 DNA 重新取样，并且形成了司法鉴定，那后续起诉书呢会列明啊。那至于网传的，包括那个截图里啊，有174个私生子，那得住一栋楼呀。所以这个来源呢，多半是自媒体的夸张的这个说法啊，没有任何的文书验证啊，这个没有验证，所以呢，这个也被多家主流媒体列为明确的谣言。所以呢，目前有没有其实还是没有尘埃落定。虽然15年被完全否定，但25年又被重新提到。换言之呢，只有等检方或者法院披露 DNA 鉴定的结果，才能得出终局的答案。任何具体数字目前都属于臆测啊。那我们来看3张这个可信度的这个光谱啊，其实呢，这个它的公司方面的东西这是实锤的，对吧？然后呢，至于这个一些这个壳公司啊，这些我们认为是半实锤啊，因为多家财经的主流媒体有交叉引用啊。但是呢，至于什么1000个比特币啊，海外信托，然后174个私生子，梵蒂冈叛逃记啊，携带资产保护境外资产，这些都只是自媒体啊 YouTube 或者是什么区块链媒体的这些口述啊，没有任何一份司法或者权威的文件出现。
所以我们认为基本上它是等同于谣言啊。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看这包括河南省这个纪委、监委，然后公安厅啊有没有首份留置或者刑拘或者批捕的公告，现在还没有出来啊。那披露正式的罪名与证据清单。然后呢，这个相关的检察院有没有起诉书啊？如果写入了这个刑法第271条挪用资金，236条强奸，那需要附这个资产明细以及 DNA 的鉴定号。那法院的判决书如果进入审判，将披露可能的海外资产、子女数量及具体女性的姓名。然后企业信用系统啊，澳洲的土地注册处看一下资产是否被进一步的查封、转让或者拍卖。所以截止到8月2号唯一得到官方或者权威确认的海外资产，就是澳洲的这个地块以及已注销的英国核公司，所谓数十亿的离岸资金、加密货币、豪华私生子团队都没有任何的硬的证据啊。好，那看到这里的都是真爱啊！然后欢迎大家订阅并开启小铃铛，这样您就不会错过每一天的节目啊！每天东八区中午12点，日本、韩国下午1点，澳洲下午3点，新西兰下午5点啊！我们录制的地方，美国西部时间晚上9点，冬令时呢是晚上8点。那美国东部或者是欧洲的朋友可以第二天早上起来看啊！欢迎大家加入频道的会员啊！一刀会每月$1，带您看更多有价值的付费视频啊，也是基本上每天更新啊！同时也欢迎大家苹果应用商店搜索真朋友啊，安卓 Play Store 搜索 Very Real App。那我们的 APP 呢，提供完全匿名注册、不关联手机邮箱等任何你的个人信息啊，言论自由，欢迎大家在近2万人的这个 DAO 大群啊参与节目的讨论，然后呢，在真友圈啊，我们自由的朋友圈给节目投稿，还有事实查证的功能啊，可以点一下，这是真的吗？好啊，那我们明天再会。